叶晨看着宋如玉紧张的样子，微笑道：“宋小姐似乎比上次见面时拘谨了不少。这里是华夏，你不用过分紧张，也不用过于拘礼，在这里没有人会伤害你。”宋如玉听着叶晨那充满磁性的声音，再看他那让人安全感十足的微笑，慌乱地点了点头。不过他知道叶晨误会了自己，自己之所以拘谨，并不是因为来到陌生的环境心里紧张，而是因为再次见到他时，两人的身份以及自己对他的心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叶晨本身就是个不解风情的大直男，自然搞不懂宋如玉为何紧张。他觉得此地毕竟敏感，不宜久留，于是便对宋如玉说：“宋小姐先上车吧，咱们边走边聊。”宋如玉赶紧说：“好的，叶先生。”这时叶晨已经先一步为他拉开了副驾驶的车门。宋如玉心里如小鹿乱撞，红着脸坐进车里，并紧双腿夹着双手，多少还有些局促不安。叶晨上车之后，直接发动汽车离开机场，在前往护城市中心的路上，问宋如玉：“宋小姐，这是第一次来到华夏吧？”“对。”宋如玉重重点头，说：“其实我早就想来华夏看一看，只是一直都没有机会。”叶晨点头说道：“护城是华夏经济发展最好、GDP 排名第1的城市，可能也是华夏最时尚、最与国际接轨的城市。一会儿我们回去的路上，宋小姐可以看看这座城市的夜景。明天白天如果没什么事情，我可以带宋小姐到处逛逛，感受一下华夏第1大都市的魅力。”宋如玉紧张地问：“叶先生，我要是贸然出现在华夏的街头，会不会给你带来麻烦？”“不会。”叶晨淡定地说，“有些时候我们只要预判了敌人预判，就能规避掉敌人的威胁。吴飞燕可能会猜测这世界上你可能藏身的100个地方，但绝对想不到会在华夏街头。”宋如玉轻轻点了点头，又小心地问他：“叶先生，请问定远伯此时也身在护城吗？”叶晨摆摆手：“那倒没有，云如哥一直在金陵。不知道你听说过这个城市没有？金陵离护城不算远，开车也就3个多小时。”宋如玉又问：“那叶先生平时是在护城定居吗？”叶晨笑道：“我不在这里定居，其实我也在金陵生活。”宋如玉有些感动地说：“那还要辛苦叶先生专门跑到护城来接如玉，如玉受宠若惊。”“倒也不是。”叶晨直言不讳地笑道，“我刚好这几天来这里打工，他们又凑巧安排你飞这里，所以我就过来接你一下。”说完，叶晨看了他一眼，笑道：“我在护城还要再工作几天，所以这几天你就先跟我一起待在这，等我忙完之后，我们一起去金陵。到时候我会安排你跟云如哥见面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们也可以在一起居住。”宋如玉俊美的面容上写满了惊讶：“叶先生，您这么厉害的人，怎么还需要打工啊？这世界上还有人能雇得起您吗？”叶晨笑着说：“我在生活中是有2重身份的，其中一个身份就是你看到的我，这个我当然不需要为任何人打工，但是在金陵，我有自己的家庭和朋友，他们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所以在他们眼里，我还是一个辛苦工作赚钱一样家的好男人。”宋如玉惊讶地问：“叶先生已经成家了？”“对。”叶晨点点头：“成家了。”宋如玉觉得惊讶，回想刚才叶晨说过的话，又忍不住好奇地问：“叶先生，您太太难道不知道您现在的身份吗？”叶晨摇摇头：“不知道。”“天哪！”宋如玉脱口感叹，“叶先生隐藏得好深，和我们宋家那些男人一样。”叶晨其实并不太了解宋家人这些年在破青会担任的具体角色，于是便问：“宋家男人怎么了？”宋如玉说：“为了给吴家供应安全可靠的妻子，宋家的男人需要不断的入室，隐藏身份，与世俗中的女人结婚，等他们生下孩子之后，再带着孩子回到宋家，从他们的人生中消失。所以那些嫁给宋家男人的女人，从来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嫁给了什么人。”叶晨忽然感觉有些惭愧，因为宋如玉说的倒也没错，某种程度上，自己跟宋家的男人一样，
也在对自己的另一半隐藏身份，只是自己没他们做的那么绝。如果将来萧初然有了自己的孩子，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悄悄离开他。宋如玉见叶晨不说话，意识到自己刚才的比喻似乎有些不太恰当，于是便赶紧解释道：对不起啊，叶先生，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，请您不要往心里去。叶晨自嘲一笑，你说的是实话，不用道歉。宋如玉见叶晨表情复杂，便猜出他肯定也有他自己的苦衷，于是也没有再问。汽车很快来到护城的繁华市区，宋如玉一路欣赏着护城的夜景，跟着叶晨来到了护城的白金汉宫酒店。塔瓦纳和他的团队也全都下榻在这里。叶晨停好车，带着宋如玉乘坐电梯来到了酒店顶层。他这次让陈泽凯安排酒店，给自己留了一个300平的豪华套房。套房内有2个独立套房和一个大客厅，其中一个套房他自己居住，另一个便是为宋如玉准备。倒不是有心与宋如玉住同一个屋檐下，主要是心里对他多多少少还有些防范之心，不想他离开自己的视线。电梯里，叶晨就告诉宋如玉，我留的房间里有2个独立套房，每个独立套房里都有自己的卧室、客厅和卫生间，不会和对方相互打扰，唯一有所融合的就是进出要走同一个客厅，希望宋小姐不要介意。宋如玉立刻说道，叶先生放心，我没什么介意的，一切都遵从叶先生安排。其实宋如玉也知道叶晨对自己还做不到100%放心，既然他这么安排，那自己就好好表现，让他放心便是。叶晨见他并不在意，便点了点头，继续道，我在护城这几天的工作基本都是在晚上，所以我工作的时候你就跟我一起，到时候就对团队宣称是我的助理。宋如玉好奇地问，不知道叶先生来这里具体做什么工作啊？叶晨说，我给一个来华夏开演唱会的美国歌手做风水总监。宋如玉感觉脑子里有无数个问号，她疑惑地说，美国歌手、风水总监，这2个关键词好像怎么听都挨不到一起啊。美国人也信风水吗？叶晨笑道，有些人信，但我的雇主信不信我就不知道了，他雇我也不是真的让我看什么风水。宋如玉觉得这里面似乎有很多隐情，于是好奇地问，叶先生，您这次的雇主该不会是个女歌手吧？宋如玉这些天一直在海上，也没有任何与外界的联系方式，到了叙利亚也并没有与世界局势和新闻对接，所以并不知道塔瓦纳在华夏开演唱会的事情。叶晨也没遮掩，随口说道，这次的雇主叫塔瓦纳斯维特，不知道宋小姐认不认识？宋如玉瞪大眼睛，瞬间化身狂热女粉丝，激动地问，塔瓦纳斯维特？我的天，叶先生不是在开玩笑吧？叶晨好奇地问，怎么，你这种修行之人，对歌手也有所了解？宋如玉尴尬地说，虽然是修行之人，可偶尔也会听听歌。我青春期的时候还挺喜欢塔瓦纳斯维特的，好几次谋划想要偷偷去看他的演唱会，但是因为家里人管得严，一直没有机会。说完，他表情变得有些隐隐期待与雀跃，小心地问，叶先生，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见到塔瓦纳斯维特？叶晨见他语气真切，不像是在开玩笑，心里忽然有些感叹，就算是之间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宋如玉，也不过是个20出头的小姑娘，她就算对别人的性命再不当回事，也一定有她自己的少女心。于是他淡淡说道，明天就有机会见到她了，而且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在舞台2侧近距离看她的演唱会。真的？宋如玉激动不已地说，那真是太好了。